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手。本期呢又是一期聊天向的视频。那我对面那边启哥啊正在做饭，那我就当着启哥的面聊一下关于我暗恋直男的那10年。真的会倒贴。你闭嘴！有很多小伙伴呢私信我询问我关于如何解决感情方面的事啊，绝大部分都是跟他什么所谓的直男或者似直非直之间的一些经历。然后我也想说，就是在遇到启哥前，其实我也有长达10年的暗恋直男的经历。这里面呢有包括那种钢铁直男，也有那种我真的无法辨别他取向的那种类型。那么今天就当做是一个茶话会之类的。那我们开始正片吧。我现在要进入我的回忆的漩涡。我记得我最早开始有暗恋的男生的时候，应该是2011年末，也就是说我上初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我的取向认知才刚刚成型，然后就暗恋我的男同桌。他是一个比我高，然后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清楚他的长相了，因为年代太久远。反正跟我之后暗恋的几个男生相比，他都其实挺一般的。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是做了比较不可思议的事吧。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放学的时候，我偷偷跟着他，然后一直跟到他到家，然后默默记住了他家住在哪。当然，我只记住了他家住哪，除此之外我没有进行任何的行动。其实我整个暗恋过程当中都没有追到，所以这种尾随已经算是一种很过分的举动了吧，对我来说。然后随着位置的变动，自从我跟他不再是同桌之后，我就对他感情就淡，然后整个初中呢就再也没有什么暗恋的人了。就这一段其实挺平平无奇的。然后让我特别有记忆的一次是接下来的一段啊，接下来的一段真的是刻在我心里的一段回忆。那么接下来呢，这饭做好了，吃饭。哦，好。啊，这是手手最喜欢吃的海底捞自热火锅。这么多啊？那你岂不是破费了？没有哦。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播报一则福利：拼多多如今大力扶持咱们的国产美食，也找到我进行推广。我给粉丝们申请了888盒海底捞小火锅秒杀福利。平时卖30多一盒的小火锅，现在1块钱就能秒杀8盒。麻辣嫩牛、番茄小酥肉、脆爽牛肚，超解馋！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去秒杀吧！分时段放库存，全拼手速，只要链接在，库存依然有。好了，你继续聊你那些男人吧。我饭还没吃呢。好吧，那刚刚就是一个纯属的意外。接下来一段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擅长音乐的人，然后我呢特别喜欢音乐，但我的技术很差，所以我记得高一进社团的时候，我就一进社团就被他在音乐教室弹钢琴的那一段给吸引到，好浪漫，有那种动漫开头的感觉。别急，接下来的过程更浪漫啊！我当时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觉得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希望能通过加入这个社团，然后让我的在音乐方面能够有所提升。然后就到了下学期的一次活动，那次活动是合唱比赛，我包括他呢就一起加入到这个合唱比赛当中。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走得最近，也最跟他聊得来，所以基本上那段比赛期间练习啊，包括赛前准备啊，都是跟他相处了很久。然后我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就在这个相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他并不是那么让人有疏离感，反而他在团队当中经常能起到活跃气氛的作用。那重点是在15年暑假的美国游学的那一段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那一段我都不太想回忆了，因为我就慢慢跟你们说吧。本来呢，经历过前面的暗恋之后，我对这一段其实我也是打算，就是只是单纯暗恋，我并不会做出什么任何逾矩的行动，因为我知道对方是直男，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在一次去上海签证的那个晚上呢，我们要在当地留宿，然后那个旅馆呢说，双床房只有几个，然后剩下都是大床房，请你们自行分配。然后我的那个暗恋对象呢，他就直截了当的问了我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懵了，为什么会问男朋友？他是看出来什么了吗？然后我就是下意识说没有啊，然后他又多接了一句你有女朋友吗？
然后我说没有。就你问这个干嘛？我有没有跟住双床房还是大床房有什么关联性吗？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彼此都不介意啊，那我当然肯定是不介意啊，就住了大床房。然后那间酒店呢，它的卫生间是全透明的，就很尴尬，就是洗不了澡。然后我们那个群里都在讨论这件事。然后这个时候，我的那位暗恋对象突然来了一句：“这么透明的卫生间，我怕我忍不住去看呢。”这话就说的，关键是他还是在群里，我能看到好吗？然后他就在我旁边，啥表情都没有，我就，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呀，就这一段属实把我有点迷惑到。大家觉得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自从那之后呢，他就莫名其妙的跟我渐行渐远了。然后到了游学的时候，然后他就找了一个伴，然后他们一个房了。然后我，哎呀，想想我当时还是有点惨。我本来就他一个玩伴，然后他没了之后，我就只能无奈跟老师睡。他这个行为，说真的有点伤到我。我什么都没做呢，而且当时搞暧昧的好像是他吧。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就，感情变淡了。当然肯定不会主动啊，因为我从古至今都没有主动过，从古至今，包括现在还一直在想的，就是我估计很可能就这样一直孤独终老下去。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比较理性的，因为我知道就是不是那种明确性取向的人，我是不会追的。然后这就是我高中的一段对我来说比较深刻的。自从那之后呢，其实我就是一直处于摆烂的状态。后面几年呢，就一直都有相似的情况，就是我对他有好感，然后呢，我会有意的去接近他，想跟他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成为了朋友。又因为换班、换座位，以及到后面我去艺考，这样就感情变淡了。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跟暗恋直男这件事情达成了一个很完美的和解。我深刻意识到，在没正式交往之前，我还是会暗恋很多人，那就随他暗恋去吧。所以呢，我大学呢就完全放开了，也是被我那些腐女之友啊推了一把，就导致我在大学其实对身边的人已经是出柜的状态，甚至呢对我大学的那个暗恋对象，我是直接跟他表明说我对你有好感，但我不打算追你，因为你是直男。然后对方呢也表示I don't care， 我不介意。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了。那喜欢这支视频呢，可以给我一键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